Hello， 你好，我是凯旋，欢迎收看凯星频道。今天呢，我在我的这个新的办公室里面做开箱，然后其实呢，我现在这个屋子呢是还没有做好的，但是呢，只有我的这个办公室呢，我是已经算是有把所有东西搬过来，除了我的电脑这些，然后呢，今天呢拍这个影片呢，可能是要在我的屋子做好之后呢才会出的，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屋子做好之前呢，我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我想要装这个摄像头，因为呢，其实呢，这个摄像头呢是用来放在我的孩子的房间，还有我自己的房间，然后还有这个客厅啦，就是这个屋子啊，可以算是整个屋子看整个屋子的啦，在这个客厅的范围。然后呢，其实为什么呢，在房间里面要放这个摄像头呢？其实一直以来呢，我在我的房间都有放一个摄像头的。这个摄像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其实主要是用来看我的孩子睡觉的时候，让我孤娃的时候呢，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做东西。就是说，我的小儿子睡觉的时候，放他在床上睡着了过后，我就可以用这个摄像头来去观察，看他醒了没有。然后我就可以在其他屋子、其他地方，除了房间来去做东西。然后呢，其实可能有些人觉得呢，为什么在房间放摄像头嘛？但是呢，其实呢，这个摄像头就是主要用来看孩子的啦。然后呢，以后呢，在他们房间放呢也是一样啦。因为呢，如果他们跟我们分房睡的话呢，他们呢可能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想要上厕所啊，什么东西啊，想要我们找他们啊，想要我们陪他们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摄像头来去听到他们醒来叫我们。然后过后呢，如果是当他们长大之后呢，这个摄像头呢就会拆掉它啦，就会把这个隐私给回他们啦。当然，现在呢我们要开的这个摄像头呢，分别呢有几个品牌啦，但是都是接入这个米家了的。为什么呢？我要接入这个米家呢？因为呢我的新家呢全部都是用这个米家的系统，所以呢当然一个 app 里面呢就可以看完所有东西是最好的啦。因为呢它是不同品牌的这个接入米家的摄像头，所以呢这次呢我想要测试一下，看到底呢哪一个摄像头的这个性价比最高，然后过后呢实用性最高啦。其实性价比还好啦，全部的价格呢都差不多的，只是这个想要知道到底它们的功能呢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清晰度如何。所以呢其实一直以来呢，这个新家做好之前，就是有电之后呢，我一直都用着这个摄像头来去观察我的这个装修的工作的，就是我一直照着我的这个厨房看一下呢，到底呢他们做工呢做到如何，有没有人过来，我都可以用这个摄像头来去看。但是呢，其实这个摄像头虽然清晰度还不错啦，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东西呢让我不是很满意的。所以呢，等下呢我再跟你们说到底呢它的这个功能如何，然后过后呢到底什么东西我不满意，然后过后呢我们再来开箱看一下看这两个其他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呢跟这个呢品牌是一样的，但是呢你可以明显看到呢，这个是比较大力的，这个是比较小力的，所以呢就看一下到底呢哪一个摄像头呢是有什么分别啦？为什么这个这么大个，这么这个小个？然后过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小米本身的这个摄像头。小米本身的摄像头呢，我是对它很放心的，因为呢我的现在房间用着的呢就是这个小米的，但是第二代，现在这个呢是第三代，所以我觉得呢第二代的呢已经很好用了，第三代的呢清晰度更好，它有到 3K 的。如果没有记错呢，我房间那个呢只是这个 Full HD 1080的，现在呢这个 3K 的呢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的清晰。所以呢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到底呢这些摄像头呢它的这个功能如何，然后过后呢用起来怎么样。现在呢就来打开先。现在我们第一个看的呢就是这个 HVB 的这个比较大个的这个啦，然后过后呢其实呢摄像头里面呢它主要呢有一个摄像头，这个呢就是这个 HVB 摄像头，你可以明显看到呢，其实呢它的这个形状呢看起来呢比较适合这样子吊放的，这样子吊放呢会比较适合。然后过后呢里面呢除了这个摄像头，它还有一些就是电源线，然后过后呢还有一个用来给你粘这个底座的所以呢其实很简单，非常简单。然后过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小米本身的这个摄像头，就是小米摄像头第三代的啦。然后里面呢小米做到呢包装会比较美一点的，然后过后呢里面呢也是一样，有电源线、说明书，然后有这个底座的这个拆装。然后过后呢它的摄像头呢是比较可爱的，比较小个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小米的这个很经典啦，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小米的这个摄像头来的，因为它的这个摄像头呢做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第二代跟第一代跟第三代呢都差不多一样的，只是它的这个镜头有更换，还有它的功能。
所以呢，今天呢，我要介绍的呢就是这3款的这个摄像头啦。然后过后呢，我再跟你们说到底它的好处、坏处，等我们 connect 了先。其实呢，连接这个米家的这个摄像头呢是非常简单的，因为通常打开之后呢，它就会语音跟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来去连接，怎么样来去开通这个摄像头。然后过后呢，非常的简单，这样呢，你用这个米家的 APP 呢就可以进入这个摄像头里面。所以呢，现在呢我3个都已经打开，3个都已经连接了去这个米家。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看到底呢这3个摄像头呢这个画质如何。好的，现在呢，你可以分别看到呢，3个摄像头呢都在我的前面了。然后过后呢，你可以靠我这个手机的画面呢，我已经把这个3个摄像头呢已经连接去我这个米家 APP 了。现在呢，我就同时把3个摄像头的这个镜头打开吧。来，手机上呢打开之后，也蛮顺畅的，3个呢都同时打开了。然后过后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呢这3个摄像头呢分别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XBB 2K 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米家第3代的。然后这个呢就 XBB 也是这个 3K 的，所以这2个都是 3K 的，只有这个是 2K 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呢，3个摄像头在我的前面，然后过后呢这个角度呢都是一致的。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广角程度来讲呢，我觉得是这个米家的这个广角是最厉害的啦。然后过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XBB 3K 这个，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 2K 的。2K 这个呢其实全部的这个清晰度呢我都觉得还算蛮不错哦，只是呢这个广角程度呢是这个米家第3代是最好的啦。然后过后呢，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米家的这个 APP 来去看一下看到底呢它们分别呢3个呢有什么功能。好的，现在呢3个摄像头呢，我就跟你们说到底它的这个优势在哪里，然后过后呢，到底它们3个呢有什么分别。然后第一个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我用了最久的这个 XBB 2K 啦，因为这个 XBB 2K 呢一直以来呢我都放在我的这个厨房这边来去看装修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比较知道到底呢这个摄像头呢它跟我们的其他的摄像头的这个分别好处跟坏处。然后呢都是一样，2个都是 XBB 的。一个呢就是刚刚打开的这个 XBB 3K 的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XBB 2K 一直以来用着的。然后过后呢，其实呢，因为它毕竟它只是这个介入了米家的这个系统，但是呢它不是这个米家所生产的这个摄像头啦，所以呢它只是用了这个米家的这个 apps。但是呢，它不是米家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我打开了这个米家的这个XBB 的这个2K，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其实呢，它其他东西功能都 OK 的，可以调动它的这个上下云台啦，然后左右啦，都可以调节的。然后过后呢，它有这个录像回播。然后过后呢，你就可以回放你的这个录像。如果你有 SD 卡在里面要有 SD 卡呢，你才可以回看这些影片的啦。另外呢，就是这个警报消息。警报消息呢，其实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警报设定这里呢，你打开了这个警报，就是它会跟你说，比如说有人经过它就会推送进你这个米家 app 那边跟你说，有人家经过，然后过后给你去看一下到底呢是谁经过，然后过什么东西啦。但是如果你没有放这个警报的这个推送消息呢，它是不会跟你讲的，它只会说在 app 里面你会看到有这个记录，但是它不会 send 这个米家的这个 notification 给你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它推送给你，你就要按这个警报消息推送，它才会跟你说。然后过后呢，多久警报一次这里都可以设定啦。然后大概呢，它可以做的东西呢，其实就仅仅就是这些只是。所以呢，其实它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然后过后呢，它仅仅就只有这些功能，就是警报系统，还有录像。然后还有看 CCTV， 就是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呢，其实它没有什么功能的。然后刚刚所打开的这个 XBB 3K 呢，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啦。然后颜色呢，可能比较鲜艳一点，因为它是 3K 嘛。它还多了什么功能呢？它多了的功能呢，也是在警报那边的。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整个画面里面呢，下面呢就有一个警报的这个按钮，按它之后呢，听到吗？所以呢，它就有警报钟啦，就是可能你看到有那些陌生人经过还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个，让他知道呢，其实这个摄像头已经看到你了。所以呢，这个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警报系统啦。然后过后呢，它也一样录像回放。然后过后呢，也是要有 SD 卡才可以回放。然后过后呢，还有这个警报消息也是可以看啊。如果你有打开这个警报消息，它会跟你说有人移动之类的。然后过后警报区域那些，它多了这些警报的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警报区域呢，就是选择可能你
可以看一下到底呢哪一个区域，比如说你现在照着摄像头嘛，然后可能这边是门嘛，门的那边你就特别框着那个门，然后过后总之那个门有移动啊还是什么，它就会跟你警报跟你说有什么东西，然后其他地方可能客厅有人家坐着的地方啊，这样子肯定是很常会有人的嘛，所以就不要警报那边，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呢来去类似框起来，你想要它跟你说哪一边有变化的时候，警报给你知道 ，OK 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过后也是一样有这个报警的这个推送消息，然后过后你就可以跟他讲有人移动还是画面变动，比如说关灯、开灯。这样子也算是画面变动，所以呢，它也会警报给你知道。所以呢，这个 XBB 呢，其实它仅仅也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呢，现在呢，两个 XBB 呢的功能呢都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一个可以选区来去做警报，一个是没有的选区来去做警报。OK，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米家第3代的这个摄像头，到底呢，它又有跟其他不是米家的这个系统有什么分别？现在呢，你看着的就是这个。好的，现在呢，我再次总结一下，到底呢这个 XBB 的摄像头跟这个小米的摄像头呢，到底呢我会如何来去做选择？如果呢你给我再做选择一次呢，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所有摄像头换去小米的这个摄像头，因为呢其实呢 XBB 的这个摄像头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不清晰，但是呢小米的这个摄像头呢，它的功能方面呢，我觉得可以满足到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呢这3台这个摄像头啦，小米 XBB
2台，然后过后呢，小米3的话呢，就像我所说的，它有这个人形追踪，所以呢，就是它很方便啦，就是如果有人经过的话，它可以追踪，我也可以关掉它，我也可以开启它，所以呢，它就有一个额外这个人形追踪的这个功能。然后另外呢，就是呢，这 XPV 呢有2台嘛，一台是这个大台的，一台是这个小台的。然后大台这个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摄像头呢，只能左右是可以用这个遥控的啦，就是说用马达的。然后过后上下呢，它是需要用手动的，所以呢，你只能调好这个上下的这个角度之后呢。如果你在远程你要遥控它，你只能用这个左右，你是不能上下的。然后小台这个呢，就跟这个小米一样啦，是可以360的啦，就是说可以上下左右都是可以用这个遥控来去遥控的。而且呢，小米的这个摄像头呢，价格呢跟他们 XPV 比起来呢，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呢，我是觉得呢，如果我在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这个小米的摄像头。所以呢，不知道如果是给你的话，你会觉得如何呢？所以呢，今天开箱这个小米的摄像头跟这个 XPV 的摄像头呢，总结就是我会选择小米的摄像头。不过呢，陆续呢，我会有更多的这个关于我这个新家的这些智能家居还有一些我在这个新家所会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影片啦。好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然后记得分享订阅。拜拜。